今天這期內容，我必須用極度緊迫來形容。之所以這麼說，是因為我們正站在一個過去10年從未見過的極具迷惑性的十字路口。過去的1年，我們不僅見證了美股的狂歡，見證了人工智能 AI 像原子彈爆炸一樣的技術革命，也見證了加密貨幣在爭議中瘋狂起舞。就在所有人沉浸在牛市永不死的幻觉中時，華爾街最著名的大多頭 Fundstrat 的掌門人湯姆·李 Tom Lee 拋出了一個極其震撼，甚至讓同行感到背脊發涼的深度觀點。我們要知道，湯姆·李向來以樂觀著稱，被戲稱為華爾街永恆的陽光男孩。但這一次，他的預測裡多了一絲前所未有的冷靜，甚至是殘酷的警告。他預言，2026年的市場將不再是一馬平川，而是一個先逆後揚、殺人不見血的深 V 走勢。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回調，更可能是一次慘烈的財富大洗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對 AI 的泡沫論、對加密貨幣的底層邏輯，以及對那些被我們視作夕陽產業的銀行股的評價，都完全顛覆了目前主流媒體的認知。今天，我們將徹底拆解湯姆·李關於2026年市場 AI 以及加密貨幣的核心邏輯。我們將從宏觀的殘酷現實聊到科技的微觀進化，再到資產估值的底層重構。在影片最後，我會給出我個人的實戰應對策略，請務必看到最後，因為這可能關係到你在未來2年內是成為收割者還是被收割的韭菜。首先，我們要聊聊最讓人揪心的問題：2026年的大盤到底會怎麼走？在很多散戶的預期裡，只要美聯儲降息，牛市就該一直漲。但湯姆·李直接潑了一盆冷水。他給出的結論非常明確：2026年市場走勢將呈現先抑後揚的格局。這4個字聽起來像是在談論公共衛生，但在金融語境下，它的含義非常驚悚。他預測，2026年的上半年，美股市場可能會經歷一次20%左右的暴力回調。在華爾街，下跌20%是什麼概念？這基本上就是半隻腳踏進了熊市的門檻。這意味着你的賬戶市值可能會在短短幾個月內大幅縮水。屆時，恐慌指數 VIX 會飆升，媒體會鋪天蓋地喊着大蕭條來了，美股神話破滅。為什麼會這樣？難道牛市真的到頭了嗎？湯姆·李的邏輯非常硬，市場從來不是直線上升的。到2026年初，美股已經經歷了長時間的非理性上漲，市場積累了海量的獲利盤。就像一個登山者背了太多的包袱，必須在半山腰喘口氣，把垃圾扔掉。估值需要消化，情緒需要釋放。他認為，這種模式就像是我們在年初經歷過的那樣，是一種微型熊市心態。大家會突然變得很悲觀，覺得經濟要衰退了，覺得通脹要捲土重來了。但是，請注意這個但是，湯姆·李認為，上半年的這種陣痛，恰恰是為了下半年的強勁復甦在蓄力。他預測，經歷了上半年的血腥洗禮後，市場將在下半年迎來報復性的反彈，最終完成一次完美的深蹲起跳。那麼，問題來了，既然上半年要跌20%，憑什麼說下半年能漲回來？究竟是什麼力量能把跌入泥潭的市場生生拉起來？這裡我們需要引入湯姆·李提出的2個核心概念，我稱之為2個超級安全氣囊。在金融裡，看跌期權通常是指對沖下跌風險的工具，但在宏觀語境下，它指的是當市場出現崩盤風險時，會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出來托底。第一重保障來自白宮的政治僵局 The White House Put。 這個觀點非常有意思。2026年我們將迎來極其關鍵的美國中期選舉，政治永遠是影響經濟的暗線。湯姆·李預測，中期選舉之後，美國政壇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政治僵局。具體來說，
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控制參眾兩院，或者白宮與國會由不同黨派把持。普通人聽到僵局，第一反應是效率低下，是壞事。但在資本市場眼裡，政治僵局簡直就是天大的利好，因為僵局意味着政府很難通過任何激進的新法律。你想大幅加稅？對不起，對方不答應。你想搞嚴厲的行業監管？對不起，通不過。現狀將被維持，而市場最怕的不是壞消息，而是不確定性。湯姆裡的數據顯示，有一半的股票投資者都認為僵局對市場是利好。此外，為了選票，無論是誰在台上，都會推出利好商業的法規。特別是在 AI 這種新興領域，政府會傾向於簡化監管，給企業鬆綁。這是第一重保障。第二重保障，久違的美聯儲看跌期權回歸的 Fed Put， 這可能更為關鍵。在過去的3年裡，大家是不是感覺美聯儲變得特別冷酷無情？股市跌了，他不管；經濟痛了，他讓你忍着，因為他們的1號任務是抗擊通脹。但湯姆裡斷言，2026年那個只要股市一跌就放水救市的親民美聯儲將強力回歸。為什麼是2026年下半年？因為上半年美聯儲的人事可能不會有大變動，政策有慣性。但到了下半年，隨着通脹被徹底馴服，如果經濟因為上半年的回調而出現疲軟，美聯儲將重新把目光投向支撐資產價格和維護金融穩定。這就構成了2026年的完整劇本。上半年由於缺乏新的刺激，市場在恐慌中回調20%，下半年隨着政治僵局帶來的政策確定性，疊加美聯儲重新打開救市工具箱，市場將在絕望中重生，開啟新一輪瘋牛。對於聰明的投資者來說，上半年的那個坑可能就是未來5年最好的入場券。聊完了宏觀，我們必須深入這個目前爭議最大的賽道——人工智能 AI。現在市場上有一種聲音， AI 是不是漲過頭了？回答是不是太貴了？ AI 的應用好像除了聊天、畫圖，也沒看到什麼真正的殺手級應用啊。這種質疑聲在2026年可能會達到頂峰。湯姆裡對 AI 的定義非常精準，他認為我們目前正處於 AI 的前沿陣痛期。什麼叫前沿陣痛期？就是技術能力已經跑在了商業應用的前面。這讓他想起了當年的移動互聯網早期。大家還記得嗎？早期的智能手機能上網，但網速極慢，甚至被當時的黑莓和諾基亞嘲笑為玩具。當第一代 iPhone 發布時，很多競爭對手的高管是不屑一顧的。他們說：“誰會要在玻璃上打字？這東西根本不適合商務。”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：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，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。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現在的 AI 就處於這個階段。投資者在質疑增長軌跡，擔心增長率見頂，但湯姆裡認為這種擔心完全是只緣身在此山中。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觀點： AI 公司的商業模式正在經歷一次痛苦但必要的進化。目前，絕大多數 AI 產品的收費模式都很粗暴，訂閱制，1個月收你$20。這種模式確實很難支撐起數萬億美元的市值空間。但是 AI 的未來不是賣軟件，而是賣代理式服務 Agentic Services。 未來的 AI 不是你給他一個指令，他給你一段文字，而是你給他一個目標，他幫你完成一整套複雜的任務。它不再是一個工具，而是一個擁有執行力的代理人。湯姆裡做了一個驚人的推算，僅在美國
AI 就有能力將現有的 1.3 億工人轉變為超級工人。以前你一天只能處理10個訂單，有了 AI 代理輔助，你能處理1000個。AI 不是來替代你的，是來給你的能力加槓桿的。這背後的市場價值不是幾百億，而是數萬億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 AI 行業正在從輕資產轉向重資產模式。以前搞軟件幾個人就能幹，現在搞 AI 需要龐大的算力中心、昂貴的 GPU 和巨大的能源。這種壁壘會把小玩家全部踢出局。那麼輝達到底貴不貴？湯姆·李的回答非常肯定，不僅不貴，甚至還有估值重估的空間。他給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對比邏輯，看看沃爾瑪和好市多 Costco 這兩家傳統零售巨頭，增長早已見底，但市盈率高達37到45倍，因為市場喜歡他們的穩定性。而輝達作為掌握未來10年科技命脈的公司，遠期市盈率竟然只有27倍左右。一家改變世界的科技霸主，估值竟然低於賣超市雜貨的公司。湯姆·李認為這極其不合理。隨着 AI 從陣痛期走向成熟期，輝達的估值邏輯將發生質變。所以，如果你因為短期波動而看空 AI， 你可能正在犯下當年看空蘋果和亞馬遜一樣的錯誤。接下來，我們將目光轉向另一個極具爭議的領域——加密貨幣。如果你關注幣圈，你可能最近會被各種消息搞得心神不寧。量子計算會不會破解比特幣？去槓桿會不會引發連環爆倉？湯姆·李承認，短期內市場確實有擔憂，比如去年的大規模去槓桿讓很多人驚魂未定。但是，作為一個看透週期的老牌分析師，他告訴我們要看基本面，而不是盯着 K 線圖。他認為，加密貨幣在2026年將以一種非常高的姿態收官。背後有2個核心支撐：一、立法轉向，不管你喜不喜歡，加密貨幣正在登堂入室。美國政府通過的一系列有利立法，等於給了他一張合法的身份證。二、華爾街入場，華爾街最精明的錢不是來炒幣的，他們是來利用區塊鏈技術改造整個金融基礎設施的。湯姆·李拋出了一個極具震撼力的數據對比。目前，全球持有價值1萬美元以上比特幣的錢包地址大約只有400萬個。聽起來很多，但如果你看看傳統的金融世界，全球持有1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券商和退休賬戶是多少？答案是9億個，400萬對9億，這就是巨大的鴻溝，也是巨大的潛力。如果加密貨幣真的成為主流資產配置，哪怕這9億個賬戶裡只有10%開始配置，那個資金湧入量將是天文數字。目前的加密貨幣市場相對於傳統金融依然只是個嬰兒。此外，他還提到了一個前瞻性概念：數字資產金庫 （Digital Asset Vaults）。像 MSTR 微策投資這樣的公司不再是簡單的囤幣公司，他們正在構建數字信貸業務。湯姆·李預言，到了2026年，數字資產金庫將成為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REITs 一樣的通用術語。未來，你會像投資房地產一樣投資這些數字基礎設施公司。最後，我們聊聊一個被大多數人鄙視的板塊——銀行股。在很多人印象裡，銀行就是老掉牙、增長緩慢、網點排隊的代名詞，除非發生金融危機，否則沒人想碰。但湯姆·李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觀點，像摩根大通 JP Morgan 這樣的頂級銀行，現在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。他甚至用了簡直是犯罪 criminally undervalued 這個詞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還在用舊眼光看新事物。這些頭部銀行實質上已經轉型為了科技公司。你去看看摩根大通每年在技術上的投入，那是上百億美元的級別。他們在 AI 風控、區塊鏈結算、大數據營銷上的布局，比很多所謂的硅谷科技公司還要激進。
然而市場是怎麼定價的？依然按照傳統銀行的邏輯，給個極低的倍數。湯姆·李指出，這就是巨大的認知差。這些銀行正在經歷一場戴維斯雙擊的前夜。一旦市場意識到他們是科技屬性的金融巨頭，估值邏輯就會向科技股看齊。所以，不要被他們名字裡的銀行2個字騙了，他們其實是披着西裝、手握巨量現金和數據的科技怪獸。投資的本質是應對，而非預測。分析了這麼多，最後讓我們把目光收回到你的投資賬戶上。湯姆·李的邏輯非常嚴密，但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：投資的本質從來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應對未來。邏輯完美不代表現實一定會照着劇本走。如果白宮看跌期權沒生效呢？如果美聯儲因為通脹反彈拒絕救市呢？如果你把所有籌碼都壓在20%回調的預測上，一旦市場直接暴漲，你會陷入巨大的焦慮。如果跌了30%還沒停，你會陷入絕望。什麼叫應對？一、倉位管理。既然有回調風險，你現在的倉位是否過重？是否留有足夠的現金？二、邏輯確認。既然看好 AI 和銀行的科技轉型，那麼如果市場真的跌了20%，你是否有勇氣依據邏輯去加倉？三、獨立思考。湯姆·李給了我們一個高質量的劇本，但這只是參考，不是聖旨。在這個充滿噪音的市場裡，保持對底層邏輯的敬畏，做好萬全的準備，這才是我們唯一的護身符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。如果你覺得這些邏輯對你有啟發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，點讚並分享給身邊的朋友，打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下一期深度解析。你認為2026年美股真的會先跌後漲嗎？ AI 的泡沫會在那一年破裂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，我們一起交流。關注我，我識財之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